大家好，欢迎来到阿克频道。这期影片内容会介绍法机职业 Force 法章的详细内容。法章的详细内容会分为5个部分来进行介绍。第一个介绍的部分会是有关职业技能的内容。为了让大家更加容易理解 Force 职业技能，我会把它分为3种类型来详细的介绍。第一种类型是没有任何职业或者是武器限制的职业技能。FO 的主动技能 PP Convert， 使用一部分的血量来提高 PP 的自然恢复量。PP Convert Increase， 增加 PP Convert 的使用次数。Killing PP Gain， 当周边的敌人倒地或者是被击杀时，会恢复自身的 PP。PP Recovery Up， 提高 PP 的自然恢复量。接下来这一组职业技能主要是提升属性法术的职业技能。火属性的 Flow Band， 透过数次的火属性法术来产生火属性印记。当我们再一次使用火属性法术引爆这个印记时，可以造成额外的攻击，并且恢复 PP。冰属性的 Bloodbot， 使用无蓄力版本的冰属性法术来生成冰属性印记。这冰属性印记会有分为2种不同层数的印记。当生成冰属性印记后，我们可以使用蓄力版本的冰属性法术来引爆这一个印记，产生额外的攻击。所造成的额外攻击的伤害会根据层数而变。接着是雷属性的 Zonte Club， 我们可以使用数次的雷属性法术来获得影片上的这个雷属性光环。我们可以使用蓄力版本的雷属性法术解除这一个雷属性的光环，来强化蓄力版本的雷属性法术。接着是风属性的尖叫，透过数次无蓄力版本的风属性法术在敌人身上生成风属性印记。我们可以使用蓄力版本的风属性法术引爆这个风属性印记，来造成额外的攻击。接着是光属性的 Green Grailer， 使用数次的光属性法术，角色身边会产生一个光属性的光环。在这个光属性的光环的情况下，使用光属性法术的话，可以产生额外的攻击。接着是暗属性的 Megiddo Sophia， 使用无蓄力版本的暗属性法术可以累积暗球，这个暗球最多可以累积3颗。我们可以使用蓄力版本的暗属性法术来消耗这一个暗球，消耗这个暗球的同时，也可以强化蓄力版本暗属性法术的伤害以及攻击次数。接下来介绍了第2种类型的职业技能，这类型的职业技能只能在 Force 处在主页时才能触发。Lester Field， 在使用恢复药的同时，也能恢复身边玩家的血量。Technic Domination， 提升使用法术攻击倒地中的敌人所造成的伤害。第3种类型的职业技能是只有在 Force 处在主职业并且使用专属武器才能触发。Technic Charge PP Well Up， 在蓄力属性法术时也能进行 PP 的自然恢复。Slow Landing Charge， 在空中蓄力属性法术会减缓掉落的速度。或是另外一个主动技能 Photon Flare， 在触发期间可以提升属性法术以及专属武器的所有攻击的威力，和增加 PP 的最大总量。Force Technic Short Charge， 在使用 Photon Flare 或者 PP Convert 的期间，属性法术的蓄力时间会缩短。Photon Flare After PP Gain，在 Photon Flare 结束后会恢复在 Photon Flare 期间所消耗的 PP。Photon Flare Short Cycle， 缩短 Photon Flare 的效果持续时间以及冷却时间。Photon Flare Extend， 在使用 Photon Flare 期间使用大招或者混合法术，可以延长 Photon Flare 的效果持续时间。如果是在没有触发 Photon Flare 的期间使用混合法术或者大招，也能延长下一次使用 Photon Flare 的效果持续时间。这个延长次数最多可以累积3次。Long Range Advantage， 当自身不是攻击对象时，可以增加威力。这个职业技能图片的右上角 SP 的意思是指不需要消耗职业技能点数。Rod Technic Amplifier， 增加使用属性法术攻击倒地中的敌人所造成的威力以及倒地值。Stay PP Gain， 使用属性法术后站着不动就能立即恢复一部分的 PP。Rod React Advance，
成功使用电步或武器动作无效化敌人的攻击后，接上属性法术会有一小段的无敌时间。Element Bullet 成功使用武器动作无效化敌人的攻击后，会产生一个属性弹。这一次使用属性法术时，会释放这一个属性弹。这属性弹的属性会根据使用的法术的属性而变。Element Bullet Extend 当集满这个技能时，使用属性法术后站着不动，就能产生属性弹。Rock Attack Impact 当我们透过使用属性法术来集满这个技能后，使用普攻就能触发这个职业技能。之后的数次普攻会变成拥有属性的强化普攻，这个属性会根据上一个使用的法术的属性而变。Rock Technique Keep 在蓄力属性法术时，使用电步或者是武器动作取消动作的话，下一次使用同样的法术的话，会在不消耗 PP 的情况下处在蓄力状态。Rock Technique PP Well Up 在使用属性法术时 ，PP 也能进行自然恢复，但是会降低恢复的速度。Rock Charge Quick Move 提升在蓄力属性法术时的移动速度。接下来介绍的这一组职业技能是有关混合法术的职业技能。Unite Technique 这个职业技能就是可以触发混合法术的主动技能，我们可以透过使用任何的攻击来累积这个混合法术，最大的累积层数会是2层。Unite Technique PP Well Up 在使用混合法术的期间 ，PP 也能进行自然恢复。U Technique Gauge Amplify 对敌人使用对应的弱点属性攻击，可以加快混合法术的累积。接下来介绍的会是法杖的攻击方式。普攻，向前方进行远距离攻击。武器动作，展开一个全方位的屏障，格挡所有的攻击。当成功格挡敌人的攻击时，会恢复 PP。由于法杖没有 PA 的关系，接下来我会介绍的会是各种属性法术。第一个介绍的属性法术会是火属性的 Fog， 直接使用的话会向前方发射一颗火球，击中后会转变成一个小型的火属性漩涡。蓄力版本是以目标为中心引爆火球。第二个火属性法术给 Foyer，直接使用的话是以自身为中心，对周围产生攻击的火属性漩涡。蓄力版本是以敌人为中心，产生一个可以造成持续性伤害的火柱。冰属性的 Berta， 直接使用的话是向前方发射只可以产生1次伤害的冰属性弹。蓄力版本是提升威力。第二个冰属性法术 Berta。直接释放的话是向前方产生一个扇形的冰属性范围攻击。蓄力版本只是提升普通版本的威力。接下来会是雷属性法术的转 tag， 直接使用的话是向前方释放闪电，同时也能对目标周围的6个敌人进行导电攻击。这个版本的雷属性法术会是 Force 平时对付群体敌人时的主要攻击方式。蓄力版本是向敌人进行3次雷属性的攻击。如果锁定目标在这3个雷属性攻击释放完之前死亡的话，锁定目标会直接转移到下一个目标。这个蓄力版本的雷属性魔法是不带有导电功能。接下来是第二个雷属性法术 Gi 转 tag， 直接使用的话是在角色的头上直接释放一颗雷球，在一个范围内对单一敌人进行雷属性攻击。蓄力版本同样是产生一颗光球，对周围的敌人进行3次的雷属性范围攻击。风属性法术的战，直接释放的话是向前方发射3个小锋刃，这个锋刃只会对一个敌人产生1次性的伤害。蓄力版本是向敌人射出3个巨大的锋刃，产生数次的伤害。风属性的另外一个法术 Gi 战，直接使用的话是向敌方射出2个锋刃，并且产生2段攻击。蓄力版本是强化无蓄力版本，并且产生多1次风属性攻击。光属性法术的 Glance， 直接使用的话是向前方释放3道光剑。蓄力版本是增加攻击次数以及威力。另外一个光属性法术 Gi Glance，
无蓄力版本是以自身为中心，产生一个大范围的光属性攻击。蓄力版本是向前方产生3支从下方往上移动的光属性雷射。接下来是暗属性法术的美吉多。无蓄力版本是向前方发射一颗只可以造成1次伤害的暗球。蓄力版本是让暗球拥有贯通的功能，并且可以对每个角色产生2次的伤害。另外一个暗属性法术第1美吉多。无蓄力状态是在敌人身上引爆一个只可以造成1次性伤害的暗属性攻击。蓄力状态是在敌人的头上产生一个可以造成1次性伤害的暗属性柱子。接下来介绍的会是混合法术的部分。第一个介绍的会是火焰的混合法术 Vermogen， 产生一个火焰的大剑，砍向前方，产生火属性和暗属性的混合攻击。冰光的混合法术 Branchen， 向前方丢出一个巨型的冰光球，并且引爆。风雷的混合法术 Sendien， 冲向前方释放风雷的旋风。接下来介绍的会是战斗要点，一系列有关 Photon Fear 的职业技能的运用，属性法术的运用，我们可以透过使用敌人的弱点属性，来使用对应的属性法术，来提升影片上的这一些职业技能的效益。混合法术的运用时机，一系列有关属性弹的职业技能的运用。接下来是职业以及武器的搭配，搭配的类型会有分为2种。第一种是爆发型，使用 Fighter 职业技能来提升对倒地的敌人所造成的伤害以及 PP 的恢复，来提升影片上的这些技能的效果收益。接下来介绍的另外2款爆发型的职业，是可以使用他们的职业技能点来升级影片上的这6个有关强化属性法术的职业技能。第一个会是 Texture， 使用 Texture 的职业技能来提升大招的恢复。另外一个职业会是包射 Partial Destroy Advantage， 根据所破坏的部位数量来提升威力，以及降低所受到的伤害。Defeat Amplify， 增加敌人的倒地几率。我们也可以拿 Force 法杖和包射的鞋子进行混合，来提高爆发力不足的缺点。接着是提升容错率的坦克型，坦克型中的职业会有 Hunter， 我们可以透过 Hunter 职业技能来降低所受到的伤害，而不会被击飞的效果，来提高生存能力。坦克型中的另外一个职业会是维克，我们可以透过维克的职业技能来提高容错率。接下来是总结的部分。攻击距离比较远，我们可以站在比较远的地方看清敌人的攻击，来进一步进行回避或者反击。但是它会有一个很明显的缺点，就是攻击力比较低，血量较低，但是有非常优秀的 PP 恢复能力，也有非常优秀的格挡能力。以上就是本期影片的所有内容，希望这一期的法杖教学可以帮助到大家。如果有任何补充或者想法的话，欢迎到留言区留言。我们下期再见。